你们学校有寝室一人出事，全宿舍保研的说法吗？长江中下游的一所传媒学校里，刚入学的新生都要做心理问卷调查。自杀的那个同学当时填写了中度抑郁症，这里就叫他小石吧。在寝室里，我们注意过小石总吃药，后来才知道那个药叫盐酸帕罗西汀片，专治抑郁症的。小石吃药一般都是吃 1.5 片。那时候是大一下学期，我刚下晚自习回来，没看见他，就看见他桌上有一个空了的铝箔药板。小石周末总是早出晚归，有时候干脆不回来。我们之前问过他去哪了，他也不告诉我们，只是默默地说一声打工。我们觉得他今天可能又去兼职了，因为是周五，明天不上课，大家都想睡懒觉，所以我们没锁门。如果小石回来了，自己就能进来，省得敲门把我们叫醒。第二天，一个哥们被尿憋醒，他当时迷迷糊糊，眼睛也没睁开，凭着感觉往卫生间的方向走，肩膀撞到了什么东西，太困了也没管。放完水后，他又沿着原路返回，这次又撞上什么，他就睁眼看了下撞到的东西。我们被这个声音吓醒，怎么了？我刚问出口，就和当时吊在半空的小石四目相对，我的大脑瞬间空白，心脏揪紧一样，浑身激烈的哆嗦，一口气进进出出，险些憋死。我们看到了吊死在电风扇下的小石。大家想一想，我们都是来读大学的，同一个寝室里的室友死了，还是在我们熟睡的时候默默吊死的，那种不寒而栗，现在想起来都害怕。我们赶快穿好衣服，没敢动现场。我跟一个室友出门叫宿管，剩下那人就负责别让其他同学进来，顺便打电话通知辅导员。我们一路小跑，找到宿管大妈，和她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宿管大妈听到这事也吓到了。后来辅导员来了，结果辅导员看了现场后，觉得事情太大了，于是就叫来了领导，领导看了现场，又叫来了更大的领导，到最后校长、校书记、系书记都来了。这事没跟别人说吧？没有，第一时间就联系辅导员了。做得对。校长跟后勤部长一起进了寝室，系书记和校书记则把我们带到走廊开始询问。什么时候死的？我不知道，我们昨晚11点睡的，早上就发现他死了。一个大活人在你们三个身边吊死了，你们就没注意？我们都睡得很死，没注意。是不是你们三个看不惯他，把他杀了？我听完生气，你别侮辱人了，我们跟他的关系很好。老王工作态度严谨一点，怎么随便怀疑自己学校学生的人品？他昨天晚上也在寝室里睡觉吗？没有，我们昨晚11点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寝室，我们担心他可能明天早上回来的早，就没锁门。他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他和我们不是一个班的，然后他会吃药，就是他桌上那个。系书记听到这走进了寝室，没过1分钟就出来了。盐酸帕罗西汀片是抗抑郁的药，这学生有抑郁症啊。校书记听完心里好像拿定了主意，和系书记对视了一眼。有抑郁症应该就是自杀的了。这几天你们睡招待所，你们寝室的东西暂时不能动，一会儿警察来了问你们什么，就像现在一样的啊。我们知道他有抑郁症是很惊讶，但更多是松了口气，像是终于要洗清嫌疑一样。这时校长和后勤部长从寝室出来，他脸色不好，看了眼校书记。是不是该通知派出所的同志了？可以通知了，我们先去掉监控看一下，没问题再请派出所的同志来。我听到他们的这段对话时，心里充满了鄙夷，难怪只要有人来查监控，他们就说监控坏了再检修，怕是早就删除了监控内容。我们去了监控室，虽然当时是大白天，但监控的内容还是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凌晨2点的时候，小石从走廊尽头出现，他走到寝室门口，把手放在了门上，然后画面就静止了。我以为是碰到了暂停按钮，却发现监控画面右下角的时间一直在变，不是画面停了，是小石没有动。于是校长按了快进按钮，快进了2分钟，他依然没动，持续了足足5分钟之后，他才把手从门上放下来，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把手机放回口袋，还是没进寝室，转身走了。校长顺着小石离去的方向调出了那边的监控，后来的画面就很诡异。这个小石在整个凌晨2点到3点的时间里，一直在宿舍楼的走廊上走动，从5楼走到3楼，从3楼走到顶楼。夜深了，学生都睡了，他就像是午夜的幽魂，在各个楼层游荡。他时不时的捂脸哭泣，又时不时的找到楼梯中间的窗户，他会站上窗台看下面的景色，然后畏畏缩缩的回到楼梯上，又站在旁边哭。在那种黑白色的监控画面中，我们围观着这一幕，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压抑。后来监控里，小石去了顶楼，在短暂的监控盲区后，他重新出现在画面里。这时候的他走到墙边，抓住栏杆看着楼下，我能感觉到他有一跃而下的冲动，也感觉得到他在害怕，也许是畏惧坠楼后身体变成血肉模糊的样子吧。只见他把手伸进口袋，居然拿出了一捆尼龙绳，监控上看得不仔细，但应该就是他上吊的那一根。小石像下定决心一样，转身下楼，直接冲向5楼。这次他来到寝室门前，慢慢的推开寝室的门，然后再也没出来。在场所有人的情绪都压抑了。平时还是没有做好同学们的心理健康教育，这位同学踌躇了2个多小时，还是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也觉得心酸，他下定决心去死的时候得多绝望啊！派出所介入后，这个事件很快定性，结论就是抑郁症患者自杀。校方也开始同步做起公关工作，在校内打压学生们对这件事的讨论热情，在校外利用传媒学校的影响力，限制媒体传播报道此事。在你们宿舍搜查的时候，搜到了电吹风热水壶，违规物品罚没，但这次不处罚你们，还会往你们每个人的饭卡里充8000元。毕业考研的事都会
会照顾你们，但是这件事从今以后不要跟人提，如果跟人提了，这笔钱不光要退回来，学校还会让你们立刻退学。我们接受了小石自杀的结论，也被迫接受了学校的条件。回去的路上，我们看见了小石的父母，那是2个看上去打了一辈子工的人，就是那种普通小区里最普通的中年人。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中年丧子的悲痛。又过了2个星期，我发现枕套里有一张纸条。我上一次洗枕套是在1个月前，那时候枕套里可没有这张纸。纸条上写着顶楼东门出口第2根通风柱的地砖940821，上面写了地址，还有一串数字。这串数字我知道是小石的生日。那这个地址呢？我决定去看看。我来到纸条上的地址，围着附近走了一圈，发现有一块地砖很松，地砖底下压着一张农行的银行卡。我趁没人的时候，去到学校里的自助 ATM 机，插入银行卡，密码输入他的生日，里面有47700多元。我想不通小石怎么有这么多钱，所以我去了校外的农业银行，在自助柜台查询银行卡的交易记录，发现这些钱都是5000的汇进银行卡里的，一共汇了10次。我又看了下那些5000元款项的汇入日期，其实这些日期蛮有规律的，每隔1个星期就有一次，最近一次是在3个星期前。看了眼日历，汇款日都是在星期天，汇款记录恰好就是断在了小石自尽的那种。我越发觉得小石自尽的原因不简单，我想查一查是谁给小石汇的款，但只有持本人身份证去柜台才能查到汇款人的银行信息。线索断在了这里，但没有完全断开。汇款时间和小石每周外出打工的时间很接近，所以这些钱很有可能跟小石周末的兼职有关。这份兼职肯定不是家教，什么样的家教能1个星期赚5000？小石是不是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啊？贩毒、诈骗、盗窃？我越想越觉得离谱。几天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线索，小石曾经把他电脑的解锁密码发给了我。很多人设置密码的习惯是把锁屏密码和其他各种密码都设置成同样的数字。我现在知道小石电脑的锁屏密码，就有可能通过这个密码打开他的其他通讯软件。我立马打开社交软件，登录成功后还需要验证身份，这里有3个选项：扫2维码验证、邀请好友辅助验证、短信验证。我们寝室另外2个人都是他的好友，正好可以实现好友辅助验证，但是里面没有任何聊天记录了。想看到聊天内容，就只能用小石原本的手机。可是警方在调查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小石的手机已经被格式化了，他的手机里已经没有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了。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气馁，因为除了手机之外，他的电脑也登录过社交软件，那些信息应该也同步到了电脑里。小石的电脑已经被他的父母带回家里，我以小石同学的身份联系了他的父母，说在小石的电脑里有我和他共同制作的文件作业，希望他们可以把电脑寄过来。确认身份以后，我成功在第3天的时候收到了小石的电脑，他的聊天对象不多，很快筛选出了一个备注是家教的账号。我看了下聊天的内容，发现那边是一个高2的女生，他们之间的聊天内容也很正常，确实是探讨学习。家教的工作每周都会以转账的方式结款300元，到现在他的账户里还有600多呢。我意识到银行卡里每个星期额外汇款的5000元跟家教工作没有关系，我不敢去联系这个女孩，因为这是小石的账号，她已经死了，一个死人是不该给活人发消息的。线索在这里又断了。追查到这里，我觉得事情越发奇怪，他每周末确实是去做家教的工作了，但从家教工作的聊天记录来看，他周末每天只工作2个小时，那他为什么周末晚上不回寝室呢？也许他家教工作结束后还有额外的工作，是一份能让他1个星期赚5000元的工作。一天中午聊天的时候，其中一名室友突然想到了什么。我跟你们说，在你俩去找宿管的时候，小石的电话响过。电话响过？谁打的？不知道，但是他裤子透光，我看到来电的人是2个字的。我忽然意识到，也许和小石联系的那个人不是通过社交软件，而是电话联系。那之后，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我把小石银行卡和社交软件里的钱，以匿名的方式全额转给了小石的父母。我知道已经查无可查。3年后，事情的转折是发生在大4实习的时候。当时我去营业厅办一张流量卡，办理这个卡的时候，我特地问业务员，我现在这张卡里的联系人能不能转移到新卡里？业务员告诉我，现在的智能手机都会把联系人默认储存在手机里，不是储存在电话卡里。起初我也没有联想到别的地方，后来一出营业厅，脑子就像是通电了一样。我忽然意识到还有一个线索非常重要。当时那个室友说，在我们去叫宿管的时候，小石的电话有来电信息，而且来电人姓名是2个字的。也许你们还没想明白2个字哪里重要了。还记得警方怎么说的吗？手机已经被格式化了，一个格式化的手机里面联系人的数据也应该消失了才对，即便有电话打进来，也应该只是一串数字了。但在来电之后，室友看见的是2个方块汉字，那可是联系人的备注名啊，所以这个名字极有可能是储存在手机卡里的。线索没有中断，一想到这，我的心跳就变快了。顺着当年记下的地址去了小石的家里。小石母亲看到我后，先是愣住了，在知道我是小石的同学后也表示欢迎。我也没有拖泥带水，直接就问他们，阿姨，小石的手机你们还保存着吗？还存着。能拜托您把手机里的手机卡给我看一下吗？你要一张废卡干什么？我当初有一个很重要的号码，现在不记得了，他的手机里存过。好吧，给你看看，不过肯定是没有的，他的手机卡里没存号码。我拆下手机卡，塞进自己手机里看了下，如阿姨所说，这真的是一张没有记录任何电话号码的空卡。线索在这里又断了。不，这张没有任何电话的空卡就是最大的线索，就是这张空卡让我这4年来无数次的联想
回顾，顺利拼接成一张大网。今天我有了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真的让我觉得可怕。首先，在监控画面里，小石在寝室门口站立的那10多分钟里，他曾经掏出过手机。虽然监控上看得不仔细，但能确定的是，他短短几秒做的事情绝对不是格式化手机。时间回到小石上吊的早上，我们去叫宿管的时候，小石口袋里的手机亮了，并且来电显示透过裤子，隐约可以看出联系人是2个字的。可是小石的手机卡里没有记录任何号码，这个来电信息的备注只可能来自手机自身，就是说手机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被格式化。之后，校方的领导来了，我们3个被带出来，2个书记对我们问话，校长和后勤部长则进去寝室，中间没有其他人进过寝室，一直到最后警方介入，手机忽然就被格式化了。我不怀疑警方的手机格式化说法，因此我现在能怀疑的只有当时进入寝室的校长和后勤部长，手机是在他们进入寝室的期间，经由他们2人其中一个的手被格式化的。分析到这里，我感觉害怕，我怀疑是自己想多了，或者是不是那位室友看错了，但我依然坚信我此刻的判断，所以我决定继续查下去。我打算先去找后勤部长，有2个原因。第一是，在校4年来，我没少和后勤部长打交道，他给我的感觉不坏，是个很正经的老师。第二是，因为那通模糊显示的来电备注，那个备注是2个字的，而校长就是2个字。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了？我想问一下，大一的时候小石上吊的事情，您还记得吗？记得，其实大学里死人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我想知道，当初您和校长一起进去寝室里面做了什么？这个问题一问出口，后勤部长就看了我一眼。你怎么忽然问这个？我东西少了，当时用不到就没在意，现在想想蛮重要的。东西少了你还怀疑到我和校长头上了？校长当时在看遗体，我当时在翻死者的桌子。好的，麻烦您了，我再回去找找。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后勤部长的说法让我更确信这件事情和校长有关系。既然小石的银行卡里有转账记录，那只要确定汇款的银行卡是对方的就行了。我们这个学校的校长并没有多检点，平日里滥用职权的事情没少做，只要我以买学历的方式入手，就不难搭上这条线。我前前后后花了1个星期摸索路子，成功找到了可行的办法。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假，但是在早几年的时候，大学卖学历不是什么奇怪事。我当时以5000元的价格作为敲门砖，取得了学校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一共取得了4个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我一个一个的对照，果然有一个银行账户和当时给小石汇款的账户一样。调查到这，答案差不多已经浮出水面了。小石当年一直在做的，恐怕就是虚假学历的买卖。校长可能是小石的上线，这每周5000元的汇款大约就是小石赚取的中介费，所以小石自杀后，校长才会那么急着去把小石的手机格式化。可是，只是买卖学历而已，怎么会让他产生自杀的念头？难道说他真的是因为抑郁症自杀？如果是因为抑郁症自杀，那他为什么把银行卡和密码留给我？不是应该直接转账给他的父母吗？我觉得事情也许还有更深的真相。老实说，单单掌握这个银行账户，我只能确定这事情和买卖学历有关，但我还不能证明这个事情和校长有关。我去到校长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进来。校长抬头一看是我，有些奇怪。你是？我对你有点印象，你是？我是小石的室友。一提到小石，校长的脸有明显抽动的反应。对，想起来了，你来干什么？我一边装模作样的说话，一边把手插进口袋里，按下了早就准备好的通话键。我马上要去实习了，希望您能帮我推荐一些好的单位。在我说话的时候，校长的手机发出了震动的声音，他掏出手机按了下挂断，我口袋里的手机也停止了拨号。抱着确认一遍的心态，我又按了一次拨号，校长的手机又发出震动。校长不耐烦的立刻挂断，我口袋里的拨号也再次停止。这下我确定了，但确定这个也没什么用，只是让我确认了校长真的在买卖学历，以及转账给小石的银行账户确实是校长的。找工作这种事情，我是不好插手的。如果都要校长推荐工作，以后我的工作就难做了。也是，不好意思，打扰了。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了校长墙上的相框，校长、校长夫人、大儿子和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我在小石电脑的聊天记录看到过，和小石家教工作中的那个女孩长得一模一样。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女孩其实才是我了解真相最关键的人物。时隔3年，我再一次登录小石的社交软件账号，找到了那个名叫家教的联系人。在吗？那一边，女孩可能被吓到了，一个死掉的人居然给她发了消息。我等了几分钟，对面终于发了一个消息过来。是本人吗？我是小石的同学，来找你是想打听个事。你想打听什么？我想知道小石之前是你的家教吗？是啊。每周都是什么时候上课？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在追查小石自杀的真相，他显然在犹豫，思考了很久。老师不是因为抑郁症上吊自杀的吗？我感觉没那么简单，所以想问问你，他都是什么时候去给你补习？补习地点在哪呢？女孩这次沉默得更久了，干脆就没回我消息。我害怕极了，我忽然意识到我太冲动了，他很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校长。结合我今天的反常举动，校长很可能注意到我了，牵扯到了学历买卖。这背后莫名的漩涡竟让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就在我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女孩给我发了一长串的消息。每周5、周6、周日晚上7点至9点，地点在滨江花园一带。我也不相信老师会轻易自杀，他教我的时候很乐观向上，还鼓励我勇敢面对难题。我不信这样的人会自杀，如果查到了真相，拜托你告诉我。我看到这些文字，只觉得这是个好女孩，她应该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校长，但为小心起见，我又发了一条消息过去，这件事情别告诉你父亲。好，我想了想，又问他会拖堂吗？
不会，9点钟下课，很准时。可他家教工作结束后，经常不回寝室。不回寝室？不会吧，每次都是我父亲开车送他回学校的，说怕耽误门禁。校长开车送他回来？对，每次都开车送他回学校。我愣住了，如果每次下课回来都是校长开车的话，他们没回寝室，去哪里了？老实说，我心里有了一个主观臆测的答案，只是还不敢肯定。我想了很久，决定就到这里吧，不再追查下去了。直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都没有再去追查。相信很多人已经猜到了我主观臆测出来的真相。小石每周末晚上7点到9点都会去给校长女儿补课，补课结束后，校长会亲自开车送小石回来，但小石通常都是第2天白天才回寝室。他的银行卡里每周都会收到校长用秘密账户打来的5000元。如果本该回到寝室的人，好几个夜晚都和校长在一起，那么除了肉体交易，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可能。这也许就是小石自杀的真相。当我看到监控里的内容，看到他在走廊里游荡，像一个鬼魂，我难以想象他当时到底有多绝望。他去给女孩辅导功课的时候，恰好是周五，他自杀的那天也是周五，他该有多害怕周五的到来啊！给女孩补习结束后，小石就会面对他最讨厌的事：一个男生，一个男大学生，一个家庭不富裕的男大学生，一个家庭不富裕并患有抑郁症的男大学生。当他遇到了那样的事情，持续了足足2个多月，羞于启齿，又无法反抗，无法拒绝。我想那个周五他一定很难受，他一定是吃下了1整板的抑郁药物，试图麻痹自己，可深处的情绪还是吞没了他，他无法逃避，又不敢面对，大约是在这样无限的折磨中，才使他一次又一次地站上窗台吧。